美国第60届总统就职大典即将在1月20号举行。我要感谢韩国瑜院长接受我的邀请，担任国家代表团的团长。同时，我也要感谢立法院柯志恩委员、王定宇委员、葛如君委员、李彦秀委员、陈冠廷委员、郭玉琴委员，还有陈昭之委员，共襄盛举，一起前往美国参加川普总统以及凡斯副总统的就职典礼。今天我们不分党派，齐聚一堂，主要是因为民主台湾，在国内政党尽管有竞争，但对外我们团结一致，共同承担，一起为深化台美关系而努力，争取国家最大的利益。因为我们有捍卫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，也有促进和平繁荣的共同目标。今天我们一起走向世界，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家——中华民国台湾。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局当中，在国家面临艰难的挑战之下，我要特别强调，在福尔摩沙，没有什么仇恨放不下，也没有什么不快过不去。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团结。因此，我非常期待台湾能够团结，团结真有力啊！团结真有力。那另外呢，我也要来强调，这一次我们民主台湾要团结走向世界，也一定要自信地展开交流。因此，在韩院长率领跨党派庆贺团前往美国之际，我特别邀请大家进来喝咖啡，当面谢谢大家，并且赋予3项重要的任务。第一项，我们要传达台湾人民诚挚的祝福。去年，台湾和美国刚刚庆祝《台湾关系法》通过45周年。在去年的520，美国也派跨党派资深代表前来台湾祝贺我和萧美琴副总统的就职。所以这一次韩院长率领跨党派的庆贺团前往，也一定要清楚传达台湾人民衷心的祝福。恭喜川普总统、范斯副总统就职，祝福美国新政府施政顺利，美国国运昌隆。第二，清楚传达台湾人民对民主坚定的承诺。这一届美国总统就职大典的主题是我们很久的民主，一项宪法承诺。台湾和美国共享民主的普世价值，台湾和美国也互为坚实的盟友。我非常期待我们庆贺团能够忠实传达台湾人民对民主的坚定承诺，即便是遭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，我们也不会改变。台湾甚至愿意跟美国和民主阵营肩并肩站在一起，捍卫全球民主永续发展，阻止极权主义的扩张。第三，希望能够建立台美关系的新里程碑。近年来，台美关系持续进展，包括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，在上个月已经生效施行。就在今天早上，美国国会也通过了台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。我非常希望韩院长率领跨党派的代表，
透过这一次交流，能够建立台美关系的新里程碑，让新政府上任之后，台湾和美国能够持续深化，能够进行更多的合作，也能够得到更丰硕的成果。这些都是我们的期待。另外，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4年前代表国家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，是当时的驻美大使，现在的萧美琴副总统。萧副总统可以说是大家的学姐，我特别邀请大家来跟他交流一下，提供他的经验，让我们这一次的出访能够更加的顺利。那另外我也要提醒，华盛顿很罕见的近几日出现暴雪，天气非常寒冷，所以请韩院长跟各位代表能够特别注意保温。那我也要送给大家暖暖包。还有保温瓶让你们带着台湾的热情前往，也请韩院长能够发挥智慧，带着朝野合作的温暖回到台湾。我们团结拼外交，未来我们团结为台湾打拼。最后，我祝福大家这一次的出访能够顺利平安，然后任务能够圆满成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